你好，我是你的运维课老师 Jason。本课时讲解基于 Jenkins 的持续集成架构及常见问题。首先说到了 Jenkins， 你肯定知道它是一个用于搭建持续集成平台的开源工具。它的官网地址是 jenkins.io。那么什么是持续集成呢？持续集成是近些年来在企业管理、软件开发、软件上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理解持续集成，它主要强调的是开发人员在提交了新的代码以后，需要立即的构建，并且呢做单元测试等相关的流程。第二个呢，则讲究的是要自动化的部署。持续集成这个概念，想必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近些年来新产生的一个概念呢，叫做 DevOps。持续集成和 DevOps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和关联呢？你可以来看一下我画的这样的一张图示。我这里画了最外圈的一个方框，那它代表的是 DevOps 的一层，里面呢包含了持续集成的流程一部分。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小方框，是持续集成所覆盖的范围，它包含开发、测试和部署。这三个环节对企业开发来说是必备的，也是必须要经过的流程。那持续集成做到了把这三个过程很好的相互串联起来。所以持续集成覆盖的主要是开发、测试、部署三个环节，但持续集成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上线以后的运维环节。运维的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是消耗比较大的，而 DevOps 则集成了整个持续集成环节，并且呢重点的融入了运维环节来考虑。总结一下，持续集成和 DevOps 共同的技术要求是：一、自动化，要做到自动化的部署测试。第二呢，就是各项流程要求无缝的打通，如开发到测试，测试到部署，这些都要求无缝的把各个管理的环节呢流程上打通。第三呢，就是要交给一个统一的平台，可视化的管理。这就是持续集成和 DevOps 所具备的共性要求。随着课程的后续发展，我们不仅会慢慢的感受到持续集成的作用，更会学习到 DevOps 来如何进行实现。这里提醒你，学习本课程可能需要具备 Linux 的一些操作基础，同时呢掌握 Jenkins 的一些操作基础能力。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一部分内容，基于 Jenkins 的持续集成方案。以我对 Jenkins 的了解，首先呢，第一个持续集成的方案呢，就是小型的持续集成架构。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张图，整体上 Jenkins 把整套流程进行串联，从研发到代码仓库，通过代码仓库呢，自动的触发代码下载、代码编译、构建，接下来做代码测试，并完成工程的打包，最后呢进行代码的部署发布。我们会看到代码的部署可以通过需要的脚本来实现，自动化的发布到预上线和上线的环境，多套环境的打通也是在 Jenkins 中完成的。这个架构包含这几部分：版本库的管理，用 S-Ven 或者 Git 来做代码版本的管理。那 Git 和 S-Ven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 Git 呢是可以支持多分支的代码管理系统，通常在大部分企业已经将 S-Ven 改成了 Git 来做代码管理。第二呢， Jenkins 调用代码的构建工具，如 Java 的相关服务就需要调用到 Maven 或者是 Ant 等插件来实现 Java 的代码编译和构建。另外就是私服的系统，企业可能会搭建一个自己的私服，那它呢可以代理远程的仓库，部署自己或第三方的构建。JUnit 和 TestLink 这个通常可以做于单元测试。Shell 脚本它的主要逻辑就是为了串联整个发布流程的各个步骤，把测试好的代码工程通过执行 Shell 脚本发布到各个环境中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微服务集成架构。微服务是当前的一个主流架构， Jenkins 可以很好的支持企业微服务的各个部署环节。那 K8s 完美的解决了调度、负载均衡、集群管理、有状态数据的管理等微服务面临的问题，成为了企业中微服务容器化的首选方案。Jenkins 支持打包、部署通过 Docker 来承载应用，我们会把应用封装在镜像，然后通过 Jenkins 打包一个完整的镜像，并上传到镜像仓库。另外我们会看到在小型的集成方案里面 Shell 是有局限性的，管理海量起的服务系统不如用 Ansible 或者是自动化执行的管理模块更加方便，自动化运维能力的上面呢也没有那么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Ansible 来做自动化的相关任务。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镜像仓库，它在这套环境中的代码发布管理流程中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镜像按照它的版本号、发布时间、主题描述等相关信息来进行版本的管理，方便于记录发布内容及回滚。所以代码仓库也成为了微服务集成架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最后一张图就是 DevOps 的集成架构了。这个 DevOps 平台不仅处理代码发布、自动化持续测试，更多的可以把运维相关的工作呢融入到 DevOps 平台中，比如企业的资产管理、配置管理、监控等相关的运维平台都可以融入到整体的 DevOps 平台之中。这样 DevOps 的优势呢就能更好的体现到持续集成。比如说持续集成中它需要发布的应用名称、主机信息，这些都可以通过 DevOps 平台来直接获取。又如持续集成平台需要调用的一些指令也可以封装到 DevOps。给你介绍了 Jenkins、DevOps、持续集成等相关概念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Jenkins 你所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Jenkins 本身来怎么快速搭建。这里呢给你介绍一套通用的搭建方式。随着本章节也就是部署这个章节内容的往后进行，我们会了解到更多的 Jenkins 在部署上的架构。这个通用的架构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凸显出来的2点，第一点就是尽可能的把 Jenkins 相关的组件呢来容器化，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自动化任务尽量交给了 Ansible 来处理。这个是一个比较通用的结构了。如何来快速搭建这样一套结构呢？这里我列了一些主要的一些命令来给你介绍，你呢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相关的文章。首先呢我们会看到 Jenkins 的整个通用部署结构里面 GitLab 和 Jenkins 是2个开源的平台，那 Jenkins 是持续集成的平台，而 GitLab 呢它是一个基于 Git 的管理项目，它在 Git 管理工具的基础上来做了 Web 的平台化的代码管理。另外呢 GitLab 建议通过容器的搭建方式来进行，并且有一些通用的镜像可以供你下载。所以 Jenkins 和 GitLab 我们都可以通过官方的镜像呢来直接生成容器。我们来做部署的话，需要先安装 Docker 的环境，你可以参考官网的方式呢去安装 Docker 相关的环境，并启用 Docker 的服务。而 Jenkins GitLab 则可以通过下载相应的镜像，把镜像生成相应的容器，从而启动服务。另外在 Jenkins 启动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台来进行插件的下载管理，并且呢对工作的工作流进行配置。这个呢就是搭建一个通用平台的步骤。你使用 Jenkins 来做持续集成，需要关注第2个问题，就是 Jenkins 产生日志体积过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 Jenkins 默认呢会将自己的运行日志都输出到 Jenkins.log 中，尤其是在非容器的这种部署环境下，常常呢由于日志输出过多、工作流任务过多，而导致呢磁盘出现膨胀的问题。磁盘的空间占满也会导致你的任务流无法稳定的运行。我们往往需要到服务器上去进行日志的删除，但这个删除呢你可能会遇到2个痛点。第一个痛点呢就是产生的日志集中在一个文件，那没有一个可以切割的工具，它会导致呢磁盘的占用率过高，需要有一个方式呢来进行定时的清理，运用人员不可能频繁的去机器上做日志的清理。第2个痛点呢，如果你通过 rm 的命令去删除日志，这样可能会遇到个问题，就是 Jenkins 的日志它本身呢会被 Jenkins 这个进程呢所占用。我们删除了日志文件以后，因为 Jenkins 的进程呢依然还在运行，所以它的空间呢不会马上就释放，只有通过重启 Jenkins 的进程才会释放这个空间。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推荐你使用一套日志的切割工具，也就是 Log Rotator 来做 Jenkins 的日志切割。Log Rotator 又是什么呢？它是 Jenkins 平台下一个日志的管理工具，用于分割日志，也就是删除旧的日志文件，并且呢创建新的日志文件，那可以起到一个日志轮转的作用。我们配置 Log Rotator 需要按照配置文件的规范来进行操作。假设我这里有一个 Jenkins Log 的文件，那么我这里列了一个示例来介绍一下 Log Rotator 的配置，如下。在配置文件里面，第一项就是 hourly， 那它表示一个切割的频率，按照小时来进行文件的切割。第2个配置呢就是 copy truncate， 那它就是输出日志拷贝，再呢清空原有的日志。也就是说我会把原有的日志呢拷贝一份出来，再清空原有的这个日志文件。这样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直接删除文件，相当于先做了一个备份。另外一个配置就是 missing OK，
那它可以包容文件找不到的错误，也就是说，如果日志不存在，它不会因为日志的文件不存在而导致呢无法执行。Rotate 8它表示保留文件的份数，也就是底下会切割多少个副本来做保留。Compress 就是进行一个 gzip 的压缩，我们呢可以把日志呢通过压缩的方式减少磁盘的空间占用。最后就是 Delay Compress， 这个呢表示一个延迟压缩，能够避免呢 CPU 的性能损耗过大而做延迟这种压缩。Size 5G 是做了一条额外的切割规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一个文件没有到1个小时，但是只要它的文件大于了5个 G， 它就会优先按照这个规则呢来进行切割。在配置好文件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在控制台执行 log rotate 这一条方式来执行这个命令。通常我们可以把 log rotate 加入到定时任务里面去执行这条命令，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定时的日志轮转了。这个呢就是日志体积过大的问题，我所推荐的解决方式。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关注的优先定义持续集成的规范。自动化的实现的基础就是需要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尽可能的在标准的基础上来做持续集成，这是十分重要的。在 Jenkins 的持续集成中，我们需要定义哪一些规范性呢？这里给你罗列如下。首先呢是应用名称这一类，这里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对于单个应用名称推荐给你的方式呢是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式来定义自己的规范，如前面是应用类型、端口、名称，或者使用呢类型、应用名称，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定义每一个应用的名称。第二个就是对于本地所需要管理的主机资源名称，也就是主机名。那通常对于主机名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主机名的定义上，建议你可以使用地区、机房、开发的语言、项目名称、应用类型、序列号来对主机进行定义。例如可以按照我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定义这台主机的名称。第三个就是日志的路径，日志的路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查看相关的日志，所以要定义好规范性，如统一放到 OPT logs 这个目录下。那每一个可以根据应用类型来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然后后面呢是应用名称、端口来做这样的一级目录，最后面呢则用于应用日志这一级路径，你可以参考这样一种规范性呢来定义。还有就是代码的路径了，代码的路径也需要遵循整体的规范性定义。这里假设我把所有的应用都放入到了 OPT apps 这个目录下，这个时候就可以按应用名称为每个应用呢来进行归纳，所以我们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代码路径上的规范。假设你是用的 Java 语言代码，并且是用的 Tomcat 来做 Servlet 和 JSP 的容器，如果你的主机上有多个 Tomcat 的话，那么需要定义好它的实例名称及路径，这里呢可以采用我推荐的方式呢来进行定义。还有就是 Jenkins Job， 同样也需要给它定义好相关的名称，方便呢我们来进行管理。这里呢推荐你采用环境、项目名称、应用名称这样的方式呢来定义你的 Job 名称。这样定义好以后呢，会使得持续集成整套过程呢会更加清晰。所以标准的定义啊，在持续集成里面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本课时 Jenkins 的内容就是这一些，下一个课时呢，我们讲解如何开发一套 DevOps 平台中的 CMDB。大家记得按时来听课，谢谢大家。